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奔跑吧113，周深全程高能演绎情景喜剧，自然演技，不输专业演员。不得不说，高质量真人秀《奔跑吧113》越看越上头。在第1期节目结尾时，还上演了一段催泪现场。导演组把20年前兄弟团的照片做成了一段影像，让2005年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对话。众多艺人当中，最让观众有感触的就是实力派唱将周深。学生时代的深深曾为自己的声音感到烦恼，想让更多人听见自己的声音。现在的深深则是华语乐坛的最强担当，凭实力将儿时的愿望一一实现。看完之后，不少观众都直呼太励志了。而在第2期节目中，以班味为主题展开了剧情。开场一上来就是兄弟团成员化身公司职工的名场面。轮到深深时，花名为考虑不周，主打一个上进工作宣言，这是我的常态，请知悉。随后和何铁憨憨、沙溢、张真源同框亮相，三人一秒入戏，呈现出来的画风颇有情景喜剧的既视感。三人将公司内喜欢开小差、聊八卦的员工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结果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的对话把另一位飞行嘉宾湖南台主持一姐吴昕听得一清二楚。被上司吴昕逮个正着后，此时深深和沙溢狂飙演技，深深第一个被点名批评，直言合同怎么回事，客户一直都在投诉。深深回答，项目是我负责的，但合同归沙哥负责，十分顺畅的就把黑锅甩给了对方。细心的观众应该都发现了，表演这段的时候，深深的表情也好，台词也罢，都十分的顺畅，自然演技一点不输专业演员，而且看上去毫无违和感。等沙溢把锅甩给张真源后，绕了一圈，最后还是深深的责任。此时此刻，深深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，只能说这段剧情太真实了。工作中，往往和你关系最好的人，最有可能当着上司的面甩锅给你，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要不怎么说商场如战场呢？吴昕分不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后，深深灵机一动，开启了丢手绢模式，抱着黑锅不停地往2位同事手上递。只可惜不论他怎么丢，二人都不愿承担这个责任。结尾时警告他们3人，责任谁都要负，不能干就别干。而深深、沙溢、张真源齐声大喊，不背锅，不甩锅，远离班味儿，从我做起。个人觉得这段情景喜剧很有必要在所有公司内部播放，好让那些总喜欢甩锅的人有自知之明。游戏环节，第1轮为字母争锋，11位成员分成3组进行个人战斗任务，需要在倒计时结束前说出满足题目的答案，并按下答案的首字母。错误或超时直接淘汰，其他队友接力进行，拼的就是个手速和反应能力。深深、孟子义、吴昕第2组登场。第1回合给出的题目是说出一位女演员的名字，可能是太过于紧张了。喊完吴昕之后，深深并没有及时想到其他女演员的名字，直接被残酷淘汰出局。离场后的深深看到队友们一个比一个反应快，感觉非常自责，直言这显得我刚才在干什么。事实上，深深记不住也没关系，毕竟不是一个行业。如果让他说女歌手名字的话，想都不用想，光是他的朋友和他喜欢的歌手就能喊出数十几个。而在接下来的比拼中，深深始终都很努力，每次都能遇到一些自己不擅长的问题，但无论难度多大，深深都会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所有观众。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，这就够了。
第二轮游戏谁在拖后腿依然是个人战任务。11位成员分成3组进行个人战任务。开始前，抽签决定1名拖后腿成员，说白了，就是阻止其他人顺利完成任务。申申、宋雨琦、张雨绮、翟潇闻第2组出战。为了制造悬念，导演并没有提前告知申申和宋雨琦的身份。开始前，申申尽显绅士风度，让张雨绮和宋雨琦2人先选位置，等他们都选完了，自己再站上去。开始后，申申站在了宋雨琦和张雨绮的中间，所走的每一步都很小心谨慎。初判断的话，拖后腿成员不可能是申申，不然的话，好几次都疼到喊出来。这时候，申申完全有理由直接跳下来，重新开始。搞笑的是，申申尖叫时，张雨绮来了一句海豚音，这是免费能听的吗？不出所料的话，张雨绮同样是申申的歌迷生米，否则是不会在玩游戏时称赞申申的。重新开局，张雨绮跟申申互选跑道，刚开始时全员都很稳，可到了中间段落时，宋雨琦走一步停3秒，不是怪申申拉杆子，就是说张雨绮推自己。沙溢和观众预测的一样，拖后腿成员很有可能就是宋雨琦。第3局，全员开启疾跑模式，快到终点时，申申和宋雨琦都失去了平衡，一个往左拉，一个往右拉。此时的画面好不热闹，僵持不下后，再次以失败告终。指认卧底时，宋雨琦喜提3票，申申1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才是真正的拖后腿成员呢？观众预测的果然没错，答案正是宋雨琦。过程当中，宋雨琦但凡低调一点，也就不会让其他人察觉到他的身份了。再看最后一轮游戏揪出，大牛马游戏设定主打一个烧脑，为了不让观众出戏，导演提前就把卧底身份公布了出来。申申、范丞丞、翟潇闻、李晨、沙溢5人为好人，其他人则均是反派。游戏设定没问题，但导演组剪得太乱了，看到最后甚至有些乏味。明明10分钟就能结束的游戏，导演组水了小半个小时。如果不是为了看申申的表现，确实很难坚持看到最后。话说到这儿，不知道大家都觉得申申在第3期表演的情景喜剧效果如何呢？